男人看似人畜无害，却是妻子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即使每天朝九晚五的上下班，也会被妻子层层算计，甚至还收集邻居孕妇的尿液来伪造出已经怀孕的医疗记录，同时秘密制造各种财政危机，然后趁着男人一个不注意，签下他更改好的高额保单，并且在结婚5周年的当天布置好谋杀的犯罪现场，留下更多让人起疑的破绽，而且还要忍痛给自己放血，竟比姨妈的量还要多出10倍。他将放好的血洒在橱柜上，然后把剩余的倒向地面，像蜘蛛侠一样缓缓地依次抹开。可做完这一切还不够，还需要制造出被人偷抓过的痕迹。然而这神一样的操作却无法达到他内心的标准，于是又把地面全部清理干净，随后拿来一根铁棒，沾上盒子内剩余的残羹，还放进7月的壁炉里进行焚烧。而最后的最后，他将写了很久的日记本烧掉，遗留下那些最重要的部分。等他做完所有的准备，便开着二手市场买来的汽车，开启了永远消失的计划。随后男人下班回到家，却发现大门没有紧锁，于是放下手中的喵星人，到处寻找着妻子的踪迹。然而眼前的一幕竟让他瞬间呆在了原地，原来是客厅里的座椅凌乱不堪。很快警察便来到了他家，询问男人家里的具体情况。当看见破碎的家具后，探员便想到处寻找下线索。他不仅发现熨斗发着余热，还看到了橱柜上的细微血渍，并对位置做好标识。同时他还发现，男人的妻子不仅是名心理学讲师，还是他仰慕已久的作家，出版的神奇艾米更是风靡全国。为此邀请男人回警局做个笔录，并对他的血迹和指纹进行提取，同时对妻子的手机和信用卡进行追踪。随后探员开始询问家庭情况，原来两人刚从大城市搬来1年，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朋友。当询问妻子血型时，男人竟对此一无所知，这让探员感到十分的诧异。可由于妻子在全国有大量的粉丝，于是警方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寻找。同时男人和岳父岳母也有参与，还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，目的则是希望动员粉丝们能帮警察提供妻子更多的失踪线索。当岳父表示在粉丝中就有妻子曾经的2个前男友，其中一个分手后想过自杀，而另一个却变得十分的暴力，为此他们便怀疑女儿遭受到了报复。很快警方对男人家进行取样，发现不仅只是橱柜上，就连地面也存有大量的血渍。警方需要做一次样本提取，同时助手也获得了大量信息，凡是家里的车子、房子，还有信用卡上的系列生活账单，都是在妻子的名下，并且包括男人经营的酒吧。可这些都不是探员所关心的。这时另一个警员表示，他们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份信件，这也给探员找到了破绽。Well, we have our first clue. 他拿着信封找到男人，让他解开里面的文字谜团。没想到男人立马就想起了什么，他兴致勃勃的就要解密。原来所指的方向是他的办公室。然而刚一进门，男人就发现了键盘上的第2封信。Hey, handsome man, let's go undercover. You'll be the spy, I'll be his lover. Let's head on over to the little brown house. 这时探员发现书架上的羽绒裤，当询问是否属于男人。These yours? No. 探员赶忙打包拿回警局，同时询问男人什么是棕色小屋，可他却说不知道。为此探员只好拿走那封信件。然而到了晚上，男人火速来到了指定小屋，开门后第一时间就要解除警报。然而刚输完一次，警报却没有成功解除，于是他再一次输入，结果直接触发了警报预警。此时电话铃响起，当他不耐烦地接听电话时，看到了妻子留下的第3封信。还不等他拆开信封，探员就随之赶到了现场。他赶忙挂掉了电话，同时把信件隐藏了起来。当探员询问他为何来到这里，他却说这是父亲的房子，自己是来清理一下卫生而已。这让探员没有多问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。回到家后，男人立马开始解读里面的谜团，瞬间让他倍感不妙。直到第2天，探员带着一张清单找到同事，询问是否看到上面的东西，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，甚至他们搜遍了整栋房子，也没有看到清单上的物品。而在另一边，男人准备在姐姐家暂住，可姐姐感觉男人似乎有所隐瞒，她希望男人能告诉自己，因为就在刚刚，电视里播报了他妻子失踪的新闻，并抓住他在妻子照片前的笑容，大肆宣扬男人的不忠。这种煽动是非的言论，必然引得姐姐对他的怀疑。当男人否认没有隐瞒，姐姐就没有继续过问此事，只能先回房间休息。但很快，男人就收到了一则短讯。于是他赶紧开门查看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影。这时车库门口异响，他走近查看，原来是他的学生，也是男人的爱慕者。为了不打扰房间里的姐姐，他赶忙关上车库门和灯，把女孩拉到客厅坐下，并不断叮嘱女孩，这段时间最好是不要往来。Why my presents in cash? I'm not stupid, Nick. I know, sweetie. Did you leave a pair of red panties in my office? No, maybe. 最终在女孩的软磨硬泡下，他释放了这几天的所有压力，直到早上，女孩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但这一切都被姐姐全部知晓。没想到男人连姐姐也欺骗，这也将姐姐的怒火点燃。她把新闻重新给男人看了一遍，而迟钝的他这才明白，自己竟然已经名声尽毁，成了不折不扣的渣男。为了挽回这种局面，在一次粉丝首页会上，他主动站出来表态，
不仅否认了犯罪的可能，还强调了对妻子的爱。此时昨晚的女孩也在台下，并用唇语怒骂着男人。为了洗白自己的冤屈，她不断发表着各种有力说辞。突然远处一个孕妇怒吼 What did you do to your pregnant wife? You tell Mammy was 6 weeks pregnant. 这让众人大失所望，同时给了男人一个致命一击。最后在警方的保护下，狼狈地离开了活动现场。可即使回到了家，他也逃不过探员的盘问。他甩出照片，里面全是妻子与邻居的合照，显然孕妇的话都是事实。然而男人还想解释，结果探员拿出了更多的疑点，不仅有伪装过的搏斗痕迹和被清洗过的血迹，还有那极度堪忧的财务状况，里面全是购买的高昂物品清单。而最重要的，则是妻子价值几百万的人身保险单。 You filed the paperwork. Because she told me to. 还不等男人过多解释，这时探员接到一通电话，原来是医院那边打来的。他们查到了妻子的医疗记录，显示妻子真的怀有身孕，这让男人愤怒不已。 I don't want to talk to you again. Ever. Without a lawyer. 因为他明白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自己，他就是那个杀死妻子的头号嫌犯。当姐姐再一次找他时，他却表示这一切都是妻子的阴谋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来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正是夫妻俩去医院的检查报告，上面显示的是人工受孕记录，自己已经做完了程序，唯独只有妻子没有完成最后一步。而另一边的警察也没有闲着，他们来到那个棕色木屋，继续寻找着关于妻子的线索。当时在小屋巧遇男人，想必也是男人隐藏尸体的地方。当他们来到地下室，却看到了打开小门的炭炉，而里面正好有本没烧完的日记，这正是妻子的日记本，上面记录着两人的点点滴滴。他们在一场作家聚会相遇，是男人带她逃离聚会，然后来到暗巷中的一个面包店，那晚两人就恋爱了。直到朋友的一次婚礼上，男人向她求婚，最终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至此每年的纪念日，两人都会玩一次寻宝游戏，在别人的眼中，他们是最美满的夫妻，也是所有人都向往的生活。而这一切都被次贷危机打破，这不仅让两人双双失业，也给整个出版业造成重创。此次男人不再幽默，也不再知情识趣，整天都在家里玩着各种游戏，还会买各种昂贵的电子产品，这也让妻子成了一个泼妇，整天都会因小事在男人面前唠叨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变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错了。直到一天晚上，妻子渴望获得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来挽救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。最终两人爆发了矛盾，争吵之下，男人对她动手了。妻子第一时间感受的不是疼痛，更多的则是恐惧，感觉男人已经彻底变了，不再是那个关心爱护自己的丈夫，而是时刻都想杀害自己的仇人。然而日记就写到了这里，探员似乎感觉到了妻子的悲剧，他们认为男人就是凶手。而在另一边，男人破解了第三封信的字谜，他来到妻子指引的方向，竟然是姐姐家的后院。当打开木屋大门的那一刻，他彻底傻了，里面竟全是妻子买下的所有东西，价值高达10几万美元，而这就是他的5周年纪念礼物，也是妻子送给他杀妻的间接证据。同时里面还有一封信件，里面的内容更是充满了挑衅。原来妻子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在监狱里过完余生。